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不愿意聊，但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话题——婚姻，尤其是男人的婚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婚姻被描述成了幸福的港湾，是人生稳定的归宿，是成家立业的象征。然而今天，不少人正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港湾正在变成一个牢笼，甚至是一个处处设好机关的陷阱。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个普通男人努力工作10年，好不容易买了房，买了车，积攒了一点存款，终于和一个女生谈婚论嫁。女方开出条件：30万彩礼，婚房加女方名字，婚后要全职带孩子，男方家负责3年内的老人赡养。但他不提自己的工资，不提家务分工，也不允许男方提婚前协议。一旦婚后出问题，他可以一句性格不合直接带走孩子、房子，而男方只能净身出户，连孩子都见不到。这不是个例，这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男人的共同经验。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一场制度化的资源重组博弈。你以为你在结婚，其实你是在签下一份风险极高的合约，只不过你并不知道你签的内容甚至没有议价权。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某一个女人的问题，也不是女权的锅，而是整套婚姻制度本身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权力的转移和角色的洗牌。让我们从彩礼讲起。很多人说彩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有之，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但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传统文化中的聘礼与今天流行的彩礼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聘礼是双方家庭的礼节性的交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名分确认，数额通常较小，很多时候是象征性的。即使这样，绝大多数情况下仍会伴着新娘的嫁妆返回新家，着重点在于仪式感与社会的认可，并不在于金额的大小。而今天的彩礼呢，它已经赤裸裸地变成了一种经济的掠夺，几十万的现金，一套房子，一辆车，装修婚宴全包。这些要求从哪里来的？从文化传承吗？不，它来自女方家庭对投资回报的精确计算。更有甚者，婚后不久便提出离婚，彩礼不退，财产分割，孩子归他，男方净身出户。你以为是个失败的婚姻，其实人家完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资产重组。这时候你会问，全世界都这样吗？当然不是。在欧美国家，压根儿就没有彩礼这一说，反倒是某些地方有嫁妆的传统，女方倒贴钱帮助夫妻启动小家庭。根据欧美的法律，以结婚或者怀孕为目的索要无偿性的财务赠与的，一律定性为诈骗。你以为只有中国这样？其实像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也保留了彩礼的制度。但是除了巴基斯坦是男方稍微出点彩礼以外，印度和孟加拉都是不出彩礼的。相反，女方需要出嫁妆，倒是必不可少的。嫁妆出的少了，那新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非洲的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南苏丹、尼日利亚等国倒是真正的高彩礼国家，彩礼有时高达几十头牛，甚至导致男子终身背债。这些地方的婚姻实质上接近人身交易，这使得女性称为投资标的，也导致买得来就能打。女性在婚姻中没有话语权，无法自由离婚。那么我们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
我们遥遥领先，既不同于欧美，我们要彩礼，也不同于南亚，我们没嫁妆，更不同于非洲，我们有女权。真的非常有特点。婚姻本该是一场相互交付，男人交出财富，女人交出忠诚，彼此交出身体。但在当代的婚姻现实中，这个交换已经严重的失衡。对于很多男人而言，最直观的焦虑来自2个方面。第一是性权利的消失。过去的传统婚姻存在一个默认公式，性关系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今天这个公式被悄然地打破。在法律上，婚内强奸已成为可以被起诉的罪名。在舆论上，性被视作女方全权决定的权利，而男方表达需求却被贬为色批、性压迫。在实务操作中，性拒绝、性冷暴力，甚至以性为筹码控制家庭资源，成为不少男人的婚姻日常。讽刺的是，你可以为婚姻支付几十万彩礼，却不能对配偶有索取权，哪怕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哪怕是你一手供养的家庭。而一旦你表达不满，甚至试图追索婚内性权利，你可能面对的是强奸、胁迫、家暴的指控。更糟的是，哪怕诬告成分明显，成本极低，女方几乎不会为此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这意味着婚姻对于男性来说，可能变成一个高成本购买不确定性的合同。你支付了对价，但你永远无法确定你得到什么，或者是否有一天会被反噬。第二是血缘焦虑的蔓延。根据某些 DNA 机构的数据，样本中存在高达30%到50%的非亲生概率，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无法追溯生父。这种现象当然不能代表全部，但足以说明对孩子血缘关系的焦虑正在成为男性婚姻的普遍引诱。传统社会中，男人为什么愿意承担家庭的重任？因为他相信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是他基因的延续。但现在，他必须忍受3种不安：孩子可能不是他的，但他需要抚养；他不能要求做亲子鉴定，否则就是侮辱女方；养到18岁发现真相，也很难追索抚养费或者法律责任。如果说性权利的剥夺是情感上的落差，那血缘的焦虑就是血脉层面的背叛。婚姻从基因延续的制度变成了信任豪赌的陷阱。当一个男人准备步入婚姻，他通常带着责任感，是对成家立业的朴素的愿望。但当他真正进入婚姻的体系，就会发现他只是这场制度博弈中的那个最弱的变量。从法律层面看，现代婚姻是男女平等的，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它却是典型的权利不对等、责任不对等。我们来做个比较，生育权归谁？女方。男方连要不要孩子都不能决定，女方可以单方面决定生或者不生。当然，即使生了，也只是90%可能是你的。子女抚养权的归属，离婚后绝大多数归女方。男方想争得孩子的抚养权，几乎等于登天。婚内财产的分配，名义上夫妻共有，实际上男方承担绝大多数的经济责任，女方则拥有财产的权利。甚至很多的房子写女方的名，车子写女方的名，存款转移都发生在婚姻还未破裂前。离婚程序，女方提出离婚无需成本，男方想离婚却可能面临高额赔偿、生育指责，甚至看不到孩子。男人在婚姻中几乎失去了议价权、解释权与退出权，而这套制度的设计
其实是极其聪明的。他用家庭的名义把男人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全能的工具人，白天赚钱养家，晚上哄娃做饭，遇事要让着老婆，婆媳要调解，妻子要独立，你不能干涉，孩子要教育好，结果还不让你看见，你还不能抱怨，一抱怨就会被扣上直男癌、父权余孽、不成熟的帽子。你若在婚姻中崩溃，那是你没担当；你若离婚不愿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你是渣男。制度完美的把责任全绑在男人身上，把权力分配给女人，还用道德的话语来保证男人不能反抗。这不是女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借由女性解放口号行压榨男性之实的系统性设计。而真正掌握规则的人，恰恰不是普通女人，而是掌握话语权和法律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用制度制造出一个女性翻身的幻象，其实是在让普通男人沦为高阶男性的燃料。表面上，我们活在一个婚姻自由的时代，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但自由这件事是有代价的，而代价从来不是均等的。先说说女人的自由。今天的女性在婚姻中拥有极大的主动权，她可以挑选对象，设定门槛，要求彩礼、婚房、生活方式，甚至连婚后是否生育都可以由她说了算。她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展示选择，从而形成极大的选择优势。她若想离婚，一句感情破裂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不需要证明对错，她可以轻松地带走孩子，获得抚养权，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男方还要额外支付赡养费用和补偿。而男人呢？男人在进入婚姻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自由。他要满足经济实力的基本线，满足彩礼与房产的硬性要求，婚后还要在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中切换自如，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压力。更重要的是，男人几乎没有退出权，他不能像女人一样轻易的说走就走，因为离婚后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孩子没了，房子没了，婚后多年积攒的财产没了，甚至连社会的评价也变成失败者，而且他连表达不满的权利也在被一点一点的剥夺。你说你不想结婚，被骂妈宝男，不负责任；你说你不想生孩子，被讽刺逃避义务；你说彩礼太高，被怼你根本不爱他；你离婚不肯让房子，被骂小气没担当；你不愿支付天价的抚养费，被贴渣男、逃避责任等标签。这一整套的逻辑把男人锁死在婚姻的结构里，而女人则拥有了随时进退、进可索取、退可解脱的位置。在这种严重不对等的博弈环境中，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做出同一个选择：不婚。不是因为不想爱、不想家庭，而是他们越来越看清这场游戏是不对等的，是制度性的倾斜，是随时可能倾覆自己一生努力的豪赌。婚姻不再是港湾，而是风险极高、收益极低、维权成本极大的陷阱。当我们聊到这里，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把矛头指向女权，但冷静地想一想，我们面对的真的是女权吗？是哪个具体的女人伤害了你，还是说那些控制规则、掌握资源的人用女性作为挡箭牌，来转移男性的愤怒和失落？所谓女权横行，其实是一个看似激烈，实则被高度规训的舆论幻想。你以为女人掌握了权力，其实她们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拥有了对普通男人的压制权，而真正的权力从未落在他们手里。他们被允许踩在普通男人的头上，是因为这样能维持对男性劳动的控制。女人慕权，这是本能，男人追权也一样。
但女人的翻身不过是被高阶的掌权者赋予的局部控制权。他们让女人拥有婚姻中的优势，以保障对男性劳动力的剥削效率。他们允许女性情绪化的索取，从而压制男性理性维权的声音。他们制造两性的对立，让男人与女人互相仇视，而不是一同审视制度的根本问题。你以为女人在踩你，但真正踩你的是让女人踩你的制度设计者。这是一场权力的移花接木。高收入的男性、多套房产的权贵依旧能轻松收割大量年轻的女性，普通的男性被娶不起老婆、养不起家庭，深度裹挟，困在原地内耗。女性在享受婚姻优势的同时，也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被限制在生育、家庭、情绪劳动的窄巷中。婚姻不再是两个自由个体的结合，而是一个社会的控制系统，控制男人，以责任、道德、爱情为名义套上家庭的枷锁；控制女人，以安全感、母性传统为诱饵，引入生育的轨道；控制年轻人，制造焦虑，制造对抗，制造失败的恐惧。谁是这套系统最大的云脚？是那些坐在塔尖主导规则的人。他们的婚姻讲门当户对，孩子有权继承世界，而不是像我们这样被制度反复的收割。他们可以随时分配资源，让男人内卷，让女人焦虑，而他们自己永远身在局外。这就是这场游戏的真相。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从彩礼、离婚、抚养权到制度操控、权力转移，这些话题其实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作为普通男人，在制度面前，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这是个非常残酷的问题，因为它没有一个立刻见效的答案。但不回答，我们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必须先看清现实，才能找到转向的方向。第一，我们必须认清幻象，不要再迷信爱情是解药。过去我们被教育，爱情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有感情就能战胜一切问题。但今天你得知道，爱情并不能让你摆脱婚姻法对你的约束，爱情不会在你离婚时帮你争回孩子的抚养权，爱情无法抵消房贷、车贷、彩礼、情绪劳动的长期压榨，爱情甚至会被当作道德武器，逼你为了它放弃自我。你不是不该爱，而是不要再被浪漫当作枷锁锁住。要从盲目丰富婚姻转向理性评估婚姻。要知道，爱不是牺牲，不是供养，不是义务，它只能发生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第二，拒绝内耗，也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女人。你可以愤怒，可以失望，但请你冷静，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在利用婚姻压榨你，也不是女人发明了压榨你的这套规则。你要警惕的是那种披着女权外衣、操纵规则、割男人韭菜的制度性安排。如果你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女人，你永远走不出情绪的困境，也永远无法建立真实的人际信任。你会活成一个被防备与仇恨包裹的空壳。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攻击女人，你只是在替制度背锅的人出气而已。真正设计规则的人依旧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塔尖上，看你内卷，看你崩溃，看你孤独终老，然后说一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第三，重构自我。男人必须回归个体的价值。系统不公平，但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得输。你得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系统。在经济上尽早独立，减少对婚姻的期待作为出路；在情感上拥有完整的人格，而不是走讨好、供养、牺牲的旧路径；在思维上从家庭中心主义
转向自我成长、社群连结、精神独立。在法律上，了解你的权利，学会用契约和边界去保护自己。说到底，你不能靠制度救你，也不能靠女人救你，你只能靠你自己。靠认知的升级、策略的选择、资源的配置，在夹缝中找到属于你的生存方式。第四，重建联盟。男人之间一定要团结，而不是内斗。现实已经够难了，不要再制造年薪100万的看不起年薪10万的，北上广的嘲笑小镇青年的互啃场面。男人之间要建立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情绪支持的兄弟型社群，而不是竞争型的牢笼。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无数的同样被制度裹挟、同样清醒但困惑的兄弟。不要再让他们一个个沉默、崩溃、消失。一起组建舆论，建立共识，推动制度渐变，才是男人自救的真正出路。今天我们不是要劝所有的男人不要结婚，而是要劝每一个男人，在看清规则之前，不要轻易下注。婚姻不是你人生的唯一归宿，更不是评价你是否成功的标准。你完全可以活得清醒、体面、自由，而不是在一纸结婚证中被抽干、榨尽、消耗殆尽。而真正健康的婚姻，不是用制度绑架你，不是靠社会舆论逼你妥协，而是两个人基于共识、尊重、价值契合的共同成长。未来的男人不是逃避婚姻，而是重塑婚姻。这是制度之战，但也是文明的转向。你准备好了吗？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不正经，我们下期再见。